哎，老板，我刚刚不是说要这一荤两素2块的吗？哎，老板，你看看你仪表堂堂，是不是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你就应该吃3块的。我不是什么老板，也不是做大生意的，麻烦您重新打吧，谢谢啊。你看看你的样子，你会缺1块钱吗？我是不缺1块钱，但是花钱吃饭这种事儿，得顾客自个儿做主啊。好，好，好。哎呀，你做主，坐那吃。请问菜点好了吗？哦，可以。谢谢。妈，要不然我们换个桌子吧。哎，老板，你别说，你这菜的味道还不错，以后还来就吃这2块的。哎，你做主，你做主。怎么，竞标失败了，就只能吃这2块钱的路边摊？看来拿到订单的徐副总，是来这高级粤菜馆吃大餐的吧？这一顿少说得200吧。唉，有钱真好。哎，我能蹭一顿吗？能，走。有人请你吃饭。坐吧。虽然是2块钱的快餐，但也不能浪费。小夏，把菜单给他。不知道你要来，你看看想吃什么就点吧。不用了，王姨，您还不了解我吗？我从小到大，不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不挑。服务员，加2个菜，2版海蜇丝，1份烧鹅，谢谢。阿姨，您先动筷子吧。好，那咱们就开始。徐迟、小夏，你们下午还有工作，咱们就以茶代酒了啊！我先敬你们2个一杯，在你们2个齐心协力、并肩作战下。南方市场的第1次竞标成功了，恭喜你们！徐迟，哎，小夏，是，那个沈夏，来，徐迟，恭喜啊，恭喜！好，来吧，大家都动筷子，开吃吧啊！吃菜。徐迟，给。哎，谢阿姨。小夏，王爷，5年没见您了，很想念您。我很怀念沈叔当年在的日子。这5年我很内疚。我从小，您跟沈叔就把我当自己家人看。我也除了我的父母以外，你们是我最亲的人。我也很怀念你沈叔在的日子。
我们也确实曾经把你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待，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去了。学迟，吃啊！哎，5年前您带着小夏离开华企的时候，我也一直没找到机会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没说，现在也不用再说了。你也吃菜。王爷，我第一次来深圳就见到了小夏。那个时候，小夏就跟我说，对他而言，您就是最坚实可靠的避风港，也是一座大山。他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也愿意留在山脚下，与他相依为命。但我当时就告诉过他，无论这座山有多么高、多么大，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翻过它，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跟小夏一起留在山脚下，来保护着这座大山，与它相依为命。我下午公司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小夏，你不送我去车站吗？王爷，我这5年里啊，我在3家公司奋斗过，我现在拼尽全力的想要去当这个销售经理，就是为了让厂里改造新的车型，这样就可以造出属于我们华汽最骄傲的名卡来。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华汽，我不能让华汽熄火啊！因为华汽是当年沈叔用生命保住的。华汽竞标失败，濒临破产。我问你，你拿什么给沈夏未来？当初是我错了，我看错了你，你根本就不是齐天大圣，你就是只六耳猕猴，假的真不了。无论你使多么大劲儿翻跟头，你也翻不过108000里。我要去火车站了，小夏，结账吧。王爷，我去送你。不用。你好，这是您的账单，请核对一下。长安，好多年没听到你管我叫长安了。之所以叫你进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那件事情已经过去5年了，我心里已经放下了很多。我告诉我自己，我能做到的最大让步，就是不再恨你。但是余生，我不想再见到你。
凋谢风荷叶，泛黄的容颜。沧海桑榆天，也曾少年。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别收我，我这2块钱快餐都没浪费呢。这200块钱的菜更不能浪费了，是吧？轮回的四季带走一年，风干的眼泪皲裂思念。你乘风破浪，多少潮起潮落，偏爱的故事，多少缘起缘没。让时光慢慢奔跑，你慢慢的来。此刻遇见你刚刚好，让岁月如歌曼妙地唱情歌耳边绕。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地笑。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地笑。对不起啊，沈夏，我不应该把买房子的事情告诉阿姨。虽然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想给你压力，当然，我做的并不好，所以我向你道歉。班长，怎么又突然叫我班长了？有一句话我妈说的很对，错过你是我没有福气。我直接跟你坦白吧，在我心里还是有爱长安。5年了，这段感情就像荒原上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也无能为力。即使以后我不能跟他重归于好，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去接纳别人。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其实阿姨说的话，我并不认同，是我错过了你，是我没有福气。而且其实沈夏，你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要向我道歉，因为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做这一切完全是自愿。当然我也知道感情的事情没有办法勉强，我尊重你的决定。从今往后，我会以老同学还有同事的身份跟你相处。当然，如果你有任何事情，依然可以找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谢谢你，班长。许副总，潮汕车队的单子，我们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手里的订单，再加上瀚海集团的订单，必须要在半年之内交付。如果他们确认购买50台车的话，那没办法，只能等到半年之后。你再去做工作，试着说服他们。
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好，对于降价后的价格也完全接受，但是必须要在3个月之内交车，这已经是他们能接受的最长时间了。你知道的，3个月根本来不及。这么快就能看到减配降价的策略大获成功，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你跟马库斯确实挺有眼光跟魄力的。沈夏，其实我知道你心里还在为这件事情生气。我哪有那么小气？这件事情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是我们观点不同而已。沈夏，等急了吧？没关系。你今天喝那什么？一杯拿铁。好的。看看要喝什么？我就不用了，谢谢。挂账。好的。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今天特意来还伞。没上去跟 Lucy 打个招呼吗？我这次来深圳没通知她，干脆就不找她了。我今天来是有重要的话跟你谈。沈夏，你应该能猜到，这件事跟艾长安有关。我想请你送他一把伞。瀚海竞标失败，对于艾长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满怀信心想要拿下订单，为风雨飘摇中的华气出一份力，却没想到遭遇惨败。那天看到他冲进雨中的背影，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失望。他不是为可能失去销售经理的职位失望，而是为没能帮到华气而失望。您好，您的拿铁。谢谢。不客气。我更想求你，能为华气送把伞。华气正在淋一场雨，而且是一场暴风雨。你应该有所耳闻，华气这2年军改民很不成功，质量屡屡出问题，声誉也越来越不好。但军改民的艰辛，别人不明白，你应该明白。这一次推出新民卡，是华气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还是失败，华气真的就要熄火了。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不是不爱喝咖啡，而是现在让我在5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喝一杯咖啡，我觉得是一种我不应该享受的奢侈。沈夏，华气遇到的这场暴风雨，比5改期更猛烈，我们所有人都在硬撑着，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潮汕车队，去找潮汕车队吧，他们着急买重卡。谢谢你，沈夏。其实，我一直不喜欢喝咖啡。车队的事儿，不要告诉艾长安。谢谢。
广州直营中心的项目不都要招标了？对，这次的设计是采用玻璃幕墙，只有报告上这一家拥有外国品牌玻璃幕墙的代理权。说白了，只有他们能做，所以没法公开招标。对了，正好问一句，深圳直营中心的承建方到底什么情况？监理公司说，承建方已经连续几次依次冲好，送去质检的钢材主要指标都不合格。这2个直营中心的工程都是你来负责的，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就要采取措施了。Sharon， 有一件事情我也想问问你。销售员联络了潮汕车队的贾队长，他说已经不考虑买威曼，而是考虑华汽。这件事情你清楚吗？啊，没别的意思，因为你是华汽人嘛，跟他们比较熟悉，我以为你可能会比较了解情况。沙苑，那我先出去了。来我办公室，应该先打个电话。我只有徐迟的电话，我打给他没人接。今天晚上我就要回华汽了，所以只能来打搅你了。我能进去，坐在那个沙发上和你说几句话吗？在外跑了一天，可以帮我倒杯水吗？谢谢你，小夏。一杯水而已。这一杯水，不止解了我的渴，也解了华汽的渴。我知道，是你把潮汕车队的名片给了杨薇薇，也是你去找吴总，给他出了一个做广东省总代理的主意。你救了华汽，也救了我。潮汕车队等不及威曼的车，愿意选择华汽，那是他们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吴总愿意做华汽广东省总代理，因为他能从中得到利润，同时也是还你个人情，这跟我也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华汽，华汽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根。你最大的梦想就是像沈叔一样，坚守在自己所热爱的卡车技术工作上，一辈子为华汽发光发热。其实我已经拿着签好的订单回到了华汽，但是我今天又着急赶过来，是因为厂里出了一些情况。我们签了2笔订单，但是由于东柴短时间之内提供的发动机数量有限，所以其中1笔订单要延期交车。我现在最担心的，一旦新明卡正式开始投产，发动机会是限制产能的最大障碍。2代发动机研发成功，是沈叔的遗愿。小夏，跟我回华汽吧，这样你可以继续做你热爱的职业，和华汽的工程师一起研发我们的2代发动机。华汽需要你，同时
我也需要你。感谢你的邀请。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艾长安，喝完了这杯水，你就走吧。我相信，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万事终将如意。小夏，保重。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艾长安，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保重。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坐。我刚刚收到通知，北京总部收到一封举报信，说你损害集团利益，把公司的潜在客户潮汕车队介绍给了华西。你现在告诉我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懂了。如果是你的话，在华气和威曼之间，你会怎么选择？我怎么选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选择。我别无选择。举报信我看过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潮汕车队的确是跟我们谈过要买我们的车，但是他们要求3个月之内必须交付，但是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也就是说，我们跟潮汕车队根本就没有谈拢，也不存在潜在客户这个说法，懂了吗？等一下马库斯问起来，你就这么说好吗？我会对我的选择负责任的。我担心你的选择会影响到1年之后我们的计划。徐之，谢谢你。其实我……坐。喂，是，都在了。好，沈夏，马库斯找你。
马克思， Sharon， 我昨天下午收到一份举报信，举报你损害公司利益，把潮汕车队介绍给华企，这件事是你做的吗？如果真是你做的，你哪怕出卖给日本项目我都不生气，但是你把潮汕车队介绍给要倒闭的华企，你这是对客户不负责任。是的，马克思，是我把潮汕车队介绍给了要倒闭的华企的。理由呢？华企是我父亲奋斗一生的地方，也是我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我对他是有感情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停产倒闭。我想帮他一把。Sharon， 你这是站在哪个公司的立场跟我谈话？站在威曼公司的立场，我确实犯了错，我引咎辞职。Sharon， 你很坦诚。Nick， 这件事由你来处理吧，先挂了。马库斯把这个难题丢给我，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帮他找个台阶下，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你入职以来短短几个月，不仅开拓了南方市场，还确定了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的代理商。如果不称职，你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认为，在马库斯的心里，也不希望你辞职。Lucy， 你了解马库斯，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对。Sharon， 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对集团造成了损失，停职3个月，深刻反思。听明白了吗？当然，工作嘛，还是不能耽误。Lucy， 下面可能就要辛苦你一些了。南方分公司经理的位置，暂时由我来代理。再合适不过。马库斯，商人出卖公司利益，这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你本来可以用这次机会将他开除，为什么要把处理权交给 Nick， 而 Nick 只让他停职3个月？我就看看 Nick 会怎么做。现在德国有位高层越过我直接指挥 Nick 筹备在中国建厂，这是我作为威曼中国总经理绝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犯的错越多越好。Max， 我在意的不是 Nick， 我在意的是原本属于我的位置让 Sharon 抢走了。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尽快的消失。我相信我比他更了解威曼，我可以比他干得更好。Lucy， 你的想法我很了解，但是问题是你这次并没有拿到直接证据。那你可以现在让公司成立调查组，就从那张名片开始查起。我问了潮汕车队的人，艾长安就是拿着贾队长的名片找过去的，而这张名片一定是商人给他的。还有，瀚海集团的吴志梅也要去调查一下。你还年轻，你说的那2个人，如果是既得利益者，又怎么会把秘密告诉你呢？推测永远成为不了证据。
这次只能这样了，就当是一个开始吧。忙着呢。我能忙什么？写检查呢。谢谢你让我冷静了一下，没有辞职。我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关于2代发动机的一些想法好好落实一下。5年了，这件事情不能再耽搁了。你当然不能辞职，因为1年之后就会正式筹备建厂。到那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回到你熟悉的技术领域里面，开拓眼界，学习技术，会更好的帮助你实现技术报国的梦想。建厂的速度这么快？今年的南巡讲话让总部看到了中国市场存在的巨大潜力，现在的他们比咱们着急。当然，等待的这1年也不能白费，你可以利用好这段时间，把2代发动机设计完善。你说的对，研究发动机的最新技术，也是我作为南方分公司经理该做的工作。没错，但是你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检查写好。那可也在啊，我把广州直营中心的招标书写好了。上一次商人说的没错，我们威曼这样的大公司，工程项目不进行招标确实不合适。所以呢，我又私下去了解了一下，北京和上海都有做玻璃幕墙的公司，我呢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等你们2位过目完之后，我就把招标书寄给他们。辛苦。商远，这份给你。我还在停止检查，就不看了。你得看，因为你的停止检查只有3个月的时间，等到我们开始招标的时候，你还是要全权负责的。那个说的没错。Nick，你先去忙吧，我要继续写检查了。好，那我也回去了。Lucy，等一下，我有些事情想要请教你。我想请教一下，这份检查应该怎么写？我要是你啊，就这么写：我把公司的潜在客户潮汕车队私下介绍给了华汽，这个行为是出卖公司利益，严重违规。这说明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分公司经理。没想到你写检查跟写举报信都这么头头是道，理直气壮。作为分公司副总，举报违规的行径，我当然头头是道；维护公司利益，我应该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话还是少说几句吧。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赶我走，好早日坐上南方分公司经理的位置？那2个直营中心的工程，你可要小心了。但凡让我抓住你出卖公司利益的证据，我不会举报你，而是开除你。先好好写检查。太平，太平，你看谁来了？太平。
你看看你像个啥样子？起来，起来！连着几天不出门，坐到这儿喝大酒，你至于不？海哥，那行，你俩骗。喝点啊！啊！哎呀，你不想家呀？你1个多月没回家，你妈都急坏了。我临出发的时候，你妈做了2肉夹馍，你爸那个还没塞到嘴里，就被你妈一把抢过来，塞到我手上，说让我路上吃。哎呀，那个香啊！吃起肉夹馍，我就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你10岁过生日那天，你妈省了一块肉，给你做了一肉夹馍。咱们那会儿生活条件差，想吃口肉不容易。可是那天我生病发烧，吵着闹着也要吃肉夹馍，你二话没说，把唯一一个肉夹馍一刀切成2半，你一半我一半，我吃着津津有味儿，你也吃得特别高兴。我知道你是因为最好的朋友也吃上了肉夹馍而高兴。太平，一个肉夹馍，咱们俩分着吃，一份责任，咱们俩也要一起扛。明天你就跟我回去，销售公司已经正式成立了，我邀请你来做副经理。你是大专生，学历比我高，见识也比我广。销售公司马上要开始正式运营了，不但要招兵买马，还要冲锋陷阵。太平，我一个人真应付不来。打虎亲兄弟，上阵我也要亲兄弟。自从和平给我打电话说你让潮汕车队延后提车，把第一批车让给一组，我就知道我彻底输了。你解决了一个我绝对解决不了的问题，明眼人一看就分出了胜负。这个月我没有回去，拼命想再拿订单，我想从数量上战胜你。可是老天爷已经不再给我机会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到最后输的人一定是我。难道是我八字太差，注定这一辈子走霉运吗？输了就输了吧。长安，哥们儿真心祝贺你当上销售公司的经理，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我是不会回去当什么副经理的。你喝完酒就走吧。
太平，咱们俩为什么一定要争输赢呢？你根本就没有输，我压根儿也没有赢。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最想说的话是，我需要你。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你让我做销售经理，你做副经理，一切听我的调遣。可以的话，就回去。我逗你呢。就算你同意，咱那个铁面无私的葛厂长，他能同意吗？啊，对不对？铁面无私的葛厂长。太平，太平，起床了。太平。长安，我走了。原本要写的东西挺多，但婆婆妈妈的太破坏哥们儿的形象。你也别白费功夫去找我，因为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我只知道，我必须走了。回去告诉和平、国庆、小娟儿，哥们儿不混出个人样来，就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就可以飞得更远。不多说了，帮我照顾我吗，葛太平？长安，太平就这么走了。李姐，休息呢。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回来了。哎，洗衣服呢。哎，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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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嫂子，雨芬儿。啊，抱枕。哎，再来。我挨着喊你好几声了，你都不答应。一人坐这儿一动不动的，嘛呢？我熬稀饭呢。这屋里头空落落的，也没人。嘿，我想着坐在这儿看着。不是，多悬呐！啊，得，全白瞎了。刚还想着呢，这咋坐了一会儿就忘了呀？哎呦，咋办？你得想开点儿。太平他就是出去闯荡闯荡，这孩子一离家，
就像飞出去的鸟，是啊，它扑腾累了，它自个儿就回窝了。您身子骨本来就不好，你该吃吃，该喝喝，把这身体养得棒棒的。等太平衣锦还乡了，你还跟着他享福，是不是这理儿？哎，行了。哎呦呦呦呦，烫！哎呀，这锅是我新买的，这咋就烧糊了呢？可惜了。饮料给我送过去。嗯，好嘞。哎，马上哥，哟，老马，哎，我给你泡杯茶去，快坐。哎，我来泡，我来泡。别麻烦了，小娟。那，这什么呀？贾队长让我给你带的茶叶。哟，华汽的新车啊，他们都已经试驾了啊，非常满意，100辆全部买了。谢谢。哎，那你们呢？在深圳怎么样？可好了，贾队长他们可大方了，把我们吃住什么的安排的特别周到。临走的时候，别人还补了红包，我们的司机啊，甭提多开心了。我就3件事，说完我就走。你说，这第一呢，你现在已经正式的担任了销售经理。我和向东完成3展车队的最后一个任务，就该离开了。哎呀，你们俩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3年我和向东处得不错，之前你竞选销售经理的时候，我们俩就知道板上钉钉，跑不了的。所以我俩就合计着，接下来我俩得干点什么。我那破车吧，现在已经报废了。我想着，干脆就开个修理厂。向东这次回家就是凑钱去了，挺好的呀。哎，我之前还在这瞎操心呢，说你俩到底要做点什么呀？这第2件事儿，这个我不能要。哎，那不行，这1年是我耽误你赚钱。哎，本来我这1万块钱啊，是想跟你做点小生意的，拿着。做小生意的钱我不缺。你们2个不是要开修车厂吗？那资金口肯定缺不少啊。就当是我凑一点啊。你听我的，先不拿，真有需要的时候找你借。行，好了，那我走了。哎，不，你等会儿，等，第3件事没说呢。杨薇薇，那姑娘不错，我觉得她对你是真心的，赶紧娶了她吧。小娟，你觉得呢？我觉得有什么用啊？那娶不娶的，那得他觉得。赶紧娶了吧。娶谁啊？马战哥来啦！好久不见啊。是啊，马上到午饭时间了，你别走啊，让阿姨经理私人请咱们吃顿饭。就是啊，等吃完饭再走。嘿嘿嘿，要吃你俩去吃，我才不吃呢。小娟，别当电灯泡啊！我走了。老马，你一连几个电话催我过来，什么事儿？来，请坐。是这样啊，杨薇薇同志，我觉得我特别需要你。胡说什么呀？我没胡说，我说的都是真的。由于本人高中学历，才疏学浅。哎，还有我啊，本人技校学历，嘴拙手笨。是这样，我们2个呢，连一份合格的投标书都做不出来。咱们这个销售公司马上就要正式运营了，这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困难的事要做，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像你这样的高文化、高学历的人才加入。我们特别需要你。现在，我作为销售公司经理，正式邀请你来当我们公司的副经理。
请你一定要答应。对，一定要答应啊！被需要的感觉真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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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薇薇同志加入我们销售公司！欢迎欢迎！辣椒大馒头哎，辣椒大馒头。给。哎呀，青椒肉丝，行。清蒸鱼也来一份。哦，好嘞。红烧肉来了。红烧肉也来一份。好嘞。不是，我说李师傅啊，你一人吃仨菜，这还都是荤的。哎呀，再尝你这红烧肉，红彤彤，油滋滋，香喷喷的。哎呀，让人闻着都香。这3年来，我吐着口水，没舍得吃。今天不发这工资了，一定要来一份。来，我多给您几块啊！哎，好。你拿好了。好。秦爷，给我也来份红烧肉。好家伙！哎，你说这帮人烧包不烧包？刚不发了工资，就不知道细水长流，慢慢享受，非得都赶着今儿来食堂大吃大喝的。哎，就是你看看，哎，这么多人，那不得把我媳妇给累坏了啊！我妈今儿早上4点就起来了啊，知道干嘛吗？她告诉我今儿多做500多斤红烧肉，你们想去吧，多做500斤，500多斤，这代表啥呀？啊，代表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提高了，生活变好了啊，高了。怎么？你先帮我打一下啊，红烧肉啊。媳妇儿，我能不能插一下队啊？狗叔，您找我。不是您别这么盯着我呀，盯得我直发毛。是我要做错什么事儿了吗？我盯着你发毛，那谁盯着你不发毛啊？周书记，稍微好点。你想让他发毛也没这个机会了。
周书记调到总公司去了，今儿就走。啊？他嘱咐我们老哥几个别吱声，他自己想悄悄的走。这么多年来，厂子里边最疼你的就是周书记。我认为你应该去送送他，跟他说个别。哎，周书记，周书记，不知道，不知道，周书记呢？不知道啊，他去收拾东西，让我在这等他。周书记，你怎么能不让大家欢送一下就要悄悄离开呢？还是葛厂长告诉我这事儿的。刚刚去您办公室，什么东西都没了。我这一想，您肯定是来这儿跟申总工道个别。是啊，一看见这些设计台，我就想起来，申总工在这儿伏案工作，设计图纸时候的样子。耳边好像又听到了他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五改期成功了，下个5年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研发第2代发动机。可是天不遂人愿呐，申总工没能完成自己的夙愿，就突然离开了我们。他女儿沈夏本来可以继续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可是也因为一些原因离开华气了。所以第2代发动机的研发工作停了整整已经6年了，我这心里边着急呀。这一年咱们对南方市场的开拓，总体来讲还是成功的，可以说我们抢占了先机。但是就一直因为发动机的供应问题，紧紧地掐住了我们的脖子，所以第2代发动机的问题迫在眉睫。周书记，您放心，廖总工跟我说过，他现在正在组织专家论证咱们华气2代发动机的可行性方案。我呢，也会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积极的参与到研发当中。好。周书记，因为您，我留在了华气，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因为您，我去了3厂公司，找回了消失已久的自信。因为您，我成为了销售经理，找准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周书记，谢谢您。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拿咱们厂的孩子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们取得的每点进步和每个成绩，我都由衷的为你们高兴。华气的下一步发展就靠你们这代年轻人了。小子，加油，别让我这帮老家伙失望。Max， 照片拍得非常清楚，图纸上明确写着华气第2代发动机概念草图，这比把潮汕车队拱手让给华气的行为更加恶劣吧 ？Max， 这一次我算是拿到直接证据了吗？我更感兴趣的是你是怎么拍的这些照片的？你是偷偷的进了 Sharon 的办公室吗？这里是5星级酒店，每天都有保洁人员进进出出打扫卫生，想要进入谁的办公室还是很容易的。你就说吧，这回怎么办？这不过是一个直喷发动机的概念草图，我看了一下，技术上比我们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技术上是落后了20年，不值一提，但是
他拿着威曼的钱，却画着华气的图纸，这就值得一提啊！是值得一提，但不是现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中国人不是常说一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句，不破楼兰，总不还。这一次你错了，是终不还。当然，最迟明天啊，一定得给我信儿啊！啊，经理包裹。哎，好。这是嘛呀？这么大一箱。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部队在下个月要组织一次高原试车，咱们华汽也受邀参加，跟3个国际品牌的车队当场比拼。上午跟葛厂长商量了一下，他决定这次试车由你来带队。长安啊，我们希望借这次试车的机会，能向其他同行证明，华汽现在虽然已经开始了企业改制、军改命，但是生产制造军车、为部队服务，永远是我们华汽的光荣传统和必须继承的精神。周书记，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走了。哎，您慢点。周书记，等有时间了，我一定去北京看你。您保重啊。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棍儿哥，哎，慢点呗。慢慢去。哎，有你一包裹啊。谁寄的？不知道啊，寄给你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拿工具来拆开看看。哎，爱长安，请将直喷发动机的概念草图一共6套交给华汽审下。太好了，咱们华汽即将有2台发动机了。看来接下来的2件工作对咱们来说都至关重要。第一件就是德国总部的副总裁汉斯即将会带领一个决策小组来中国考察筹备建厂的事情。一旦成功，那么将意味着中国将会成为威曼集团在德国本土之外的唯一一个生产基地。这件事对于威曼中国分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已经受邀参加中国军方组织的高原试车活动，这是中国军方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国外品牌敞开大门。如果能确定下来的话，那对威曼的品牌影响力将会是非常大的。还有，如果能把部队的订单拿下来，那就不是单单的几百台车的问题，而是在未来的5年内，订单的总量至少会在5000台以上。Nick，
这两件事我们要分头负责哈。你知道，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参加高原试车，所以只能你去了，而我来负责接待汉斯和决策小组。马库斯，其实我觉得这么安排可能不太合适。这次决策小组来呢，汉斯已经提前跟我打过招呼了，希望由我亲自带领决策小组，在3个候选城市分别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还让我把1年以来所有的筹备工作做一个专题，亲自向筹备小组汇报。所以这次你不用担心啊，3个候选城市我可以带他们转，你的报告也可以由我来跟他们宣读。马库斯，你可能没太听懂我的意思。马库斯，其实最适合带队参加高原试车的人是我，因为我曾经作为技术顾问去过云南前线送车，跟部队打过交道。既然你跟尼克都这么忙，那我就毛遂自荐吧。这次高原试车不仅有3木，还有华气。华气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有了上一次潮汕车队的事情，你再去就不合适了。毕竟这一次竞争远比上一次要重要的多，一点闪失都不能有。你觉得我会出什么样的闪失？如果我不适合去，那就你去吧。好啊，马库斯，我倒是觉得这次我去最合适。高原试车毕竟是有危险的，你们2位你兴趣都不太合适，我还是建议由 Nick 带队。你好，深圳威曼。OK，Max，找你的。Yes? Yes. Okay. Yes, yes. Uh-huh. No problem. Yeah. Bye-bye. 那好，我们时间很紧，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Nick， 你留下来跟我一起接待汉斯他们。那 Sharon， 由你带队参加高原试车了。哎呦，好香啊！做什么菜呢？京酱肉丝啊！哟呵，您这儿跟我说话呢？嘿，新鲜！我儿子天天加班，也顾不上吃饭，我做俩地道北京菜给他送过去，食堂吃不到。我今天啊，正好也做了2个菜，一个熏鱼，一个肉丝炒年糕，也一块带去吧。汤医生，我跟这大院住了30年了，跟好多家拼过菜，跟您家还是头一回。我不是跟你拼菜，我是让你把这2个菜给我女儿带过去。你儿子加班你心疼，难道我女儿我就不心疼吗？这你可想错了，我做的菜里边本来就有您闺女一份儿。
我可不像某些人只顾着自家孩子。是吗？你对别人家的孩子也关心啊？你自个儿回去问问呀。我每回送过去的饭，是不是都有他一份儿？孟宝珍啊，我问你，你真的会替别人家的孩子着想吗？怎么着？您干脆竹筒倒豆子，说话痛快了。你说吧，你儿子呢当了销售经理，聘我女儿当了副经理，两人一起上班，一块走一块回。你这个院子啊，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一对，但是你们男方呢，一直没有个态度，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想问问你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啊？这事儿啊，我倒想问问您呢，您闺女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呀？行了，宝珍，今天我来特意问你，就是表明了态度。你呀，别占了便宜再把别人往死里踹，我就不相信你儿子的事儿你就不着急。行，如果你不着急呢，那我就走了。哎，嘛呢？听话听样儿，快！这就对了，我就想听你表态。副总裁汉斯，他居然直接从德国把电话打到了省下的办公室，时间地点卡得这么准，看来这事有人提前安排好了。尼克这个人为钱太轻视了，用你们中国话怎么说？无毒不丈夫。看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这一次，汉斯带领决策小组到中国来，就是要最后确认是否在中国建厂。这么重要的事情，尼克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排挤出局呢 ？Max， 我认为这一回啊，是你想的太简单了。而且现在看来，这个副总裁汉斯对于尼克是真的很欣赏。现在尼克已经赢了一局了，我们不能让Sharon再赢一局吧？这次高原试车，我看了军方的要求，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我们比华汽强；从稳定性来说，我们比三木强，所以微曼胜出的可能性极大。虽然这个过程会辛苦一点，但是由谁来带队，肯定会在履历表上显下漂亮。所以 Max， 你需要做出修改，宣布由我来带队去参加高原试车，至少这样我们还能扳回一局。Max， 我在跟你说话呢。我说应该由我来带队去参加高原试车，不能再让Sharon去了。我并不关心 Sharon 要做什么，我要反对的人是 Nick。是这个啊。你说咱俩啊，这么多年相互瞧不上，但在这事儿上，我态度可明确。微微这孩子，不论长相还是脾气秉性，都随他爸，我很满意。关键是你儿子到底怎么想的？宝珍，你得跟我说句实话啊！你也知道我女儿的条件啊，这院子里好多小青年都追着呢，她一个都不看。那保不准有一天她忽然想明白了，在中间挑一个优秀的，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是啊，我那儿子不省心，我天天呲了他，不珍惜眼前人。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还想着沈家姑娘？也不是，你想啊，一出戏再好看，
那戏散了也得走出戏园子，不是？那些感动的画面，哎，过一阵子你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时间是良药。那听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把沈家姑娘忘了？我觉得是，起码就近1年，他没再提过。行啊，宝珍啊，既然你这么说，我们俩都做父母的，该给孩子推一把的时候，就应该咵推一把，推，得推，必须推。这，哎，那个婉如啊，是这样啊，我儿子最近忙，你也知道。等他一回来，我就当一回佘太君，五花大绑，把这杨宗保押到穆桂英面前，让他当面表个态。好的。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哎，宝珍啊，哎，我们俩吵吵闹闹这30年，你没赢，我也没输，但是这一回我们俩要一起赢。得嘞，商人，我要跟你谈谈。我现在没有时间。这1年，尼克受副总裁汉斯的直接指挥，负责筹备建厂的事情。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证明他比马库斯优秀，最终挤走马库斯，坐上威曼中国的总经理。我奉劝你，不要在一位同事面前议论另一位同事。况且，这2位同事的职位都比你高。更关键的是，这2位同事还是同盟军。我说的没错吧？而据我猜测，南方分公司经理绝不是你的最终目的。我希望你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揣测别人的想法，不但没有意义，还会给自己增加烦恼。其实，尼克会不会去跟马克思竞争这件事情，我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个建议：这次高原试车你不应该去。为什么？上一次潮汕车队的事情，你出卖公司利益，我写了举报信。而这一次高原试车又会跟华汽同台竞争。如果你到时候能够拿下订单，一切都好说。但最后如果让华汽拿了订单，后果你想过吗？我连你写举报信的事情都能承受，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不管尼克和马克思的竞争结果到底如何，你都没有必要再在工作上出现任何差错，不是吗？我恰恰觉得，为了工作上不出现差错，我必须领队参加高原试车。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了吗？你在举报我的时候，跟我商量过吗？到我家来表态，表什么态啊？当然表该表的态。那为什么是钱也要带着他来？是您去跟他说了什么吗？我怎么会主动找他呢？农马好歹是大名鼎鼎职工医院的内科主任，而他呢？这个工作不分贵贱，是吧？这个食堂工作也很重要啊！别老跟孩子灌输些不正的东西。是钱宝珍，钱宝珍下午主动来找我的，说你们俩年纪都不小了，所以想问问我们对他的儿子印象怎么样。
钱姨这么说的？当然。那您怎么说？那我怎么说呀？我知道我女儿在心里有别人家的儿子，我也不能承认呐。我只说了一句：“行啊，有事儿可以到家里来谈。”妈，这件事你们大人就别管，我自己心里有数。哎，你心里有什么数啊？啊，你们年纪都不小了，一块上班，一块回，一块去的，工作倒是忙到一块了。那妈问你，还有别的吧？没有别的了。怎么可以没有别的呢？那可不行。不过妹妹啊，你放心。钱宝珍啊，亲自跟妈说的，他儿子啊，好久没有说起沈夏了，他觉得应该早已忘记了。钱姨真这么说的？当然了，所以妈觉得，既然他已经忘了那个人了，你们俩岁数又不小了，就应该往前推进一步。现在男方主动提出到家里来谈，咱们女方啊就摆摆架子，在家里等着就好了，晓得了吧？这话怎么说了啊？咱们家闺女要谈个恋爱，还得等人家心里没了别人才能谈。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啊，我自己家的闺女我自己疼，即便她一辈子不嫁人，我这当爹的也养得起。哎，你瞎说什么呀你啊？这是养得起养不起的事情啊！不是，真是的。微微啊，这件事呢，你不要听你爸爸胡说八道的，你听妈的，晓得了吧？老爸说的对。记住了啊！这个重活呢千万别干啊，不要弯腰拖地啊，也更不能提重物。哎呀，反正就是说，所有让你觉得累的事儿，你千万都别干啊。还有这个吃东西啊，我知道你胃口变好，那也不能一直吃啊。你看你都啥样了都，对不对？是不是？那个一定要少吃多餐，这样呢还能减轻那个孕吐的反应啊。我行啦，我的事你就少担心了。那我怎么能不担心呢？这刚怀孕3个月，这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哎，你看你这妹夫怎么样啊？青江，不好意思啊，这次试车把和平带走了，半个月之后绝对还给你。长安哥，你可赶紧把他带走吧，省得他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哎，军儿啊，看啥呢？我这看我那老爸爸呢，他也不过来。哎，你说这我第一次跟部队过去试车，也不说过来送送，还说呢，你爸也没来吧？你爸也没来吧？哎，你说这要搁以前，咱出趟远门，那恨不得追着屁股后面赶都赶不走。得了吧，都多大了，咱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说，在父母眼里早就可以独挑一摊了，所以不送不说，这是最好的祝福，也是对咱的信任。说的没错啊，长安，你们就安心去参加试车，家里边有我在呢啊。家里有你在，我们哥几个倒是挺放心的。您闹！哎，这些干粮你们拿着路上吃。哎呦，谢谢薇薇，谢谢薇薇。过来。哎，对了，咱公司的骨干都被我带走了，公司就得交给你了。对了，昨天我妈说等你回来，钱一会陪着你到我家说点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儿？试车队集合。哎，那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吧。啊，走。等你回来。好。同志们，这次咱们高原试车的2300军卡是在咱们原有7吨车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13吨的新车型。这一年呢，
咱们的军改民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是咱们全场职工不懈努力、共同奋斗的成绩。效益提高之后，我们也对全场职工的工资进行了补发。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吃上红烧肉了吧？所以这次高原试验，我们必须成功，这样就可以让咱们的同行以及消费者看到咱们华区的实力，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到那个时候，红烧肉就不是一块一块的吃了，是可以一碗一碗的一直吃下去。安长安同志，到。这次作为试车员，还有销售经理，完成好任务，责无旁贷。为了能让大家伙顿顿吃上红烧肉，我们试车组保证完成任务。好。同志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总公司委派刘正国同志担任咱们华气的新党委书记。咱们接下来，我们请刘书记跟大家说几句。刘团长，非常荣幸，现在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华气人了。我跟华气啊很有缘分啊。我刚当兵的时候，我就听说华气的2150车那是英雄车。等我上了战场，又是咱们华气的2190拉着重炮冲锋陷阵，所以我对华气的敬佩和情感，那是由血和火灌注而成的。如今，咱们华气又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浪头上，1年的时间，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厂子扭亏为盈啊！这让我看到了华气精神在高高弘扬。试车队的同志们，全场职工等着你们凯旋。出发！出发，走。同志们，这次高原试车，海拔超过了5000米，温度低于-20度，严酷的自然环境既是对卡车性能的考验，更是对大家顽强意志和生存极限的挑战。但是有一点呢，可以对大家做个保证，那就是这一路上都会有我们的兵站，后勤保障是安全无忧的。最后，我对3家车队要提一个要求，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这次高原试车当中，除了必不可少的工作交流以外，任何队员都不允许私下闲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的话讲完了，明天一早7点准时出发，散会。小夏，那6张草图目。戴参谋说的话，你忘了吗？